我看到了欧洲国家领导人在白宫的这个丑态百出啊，在特朗普面前就是二等公民，就是巴尔狗，就是没有脊梁骨的国家。那他还有什么资格对我们中国颐指气使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彻底改变对于欧洲国家、对于欧盟的一些议事规则。我们不应该再宠着他们，再容揽着他们。该密切合作的一定要密切合作，该坚定的一定要坚定，该出手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够手软。大家好，我是高志凯。大家知道，在阿拉斯加举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脑峰会之后，然后呢，又邀请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跟他单独谈。但是欧洲很多国家领导人不答应啊，说：“我们也要去，我们要陪着泽连斯基一起去华盛顿见面。”所以呢，就发生了当今世界很少有的事儿，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特朗普坐在他的办公桌这一边，然后呢，在他前面呢一字排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德国的总理、英国的首相、法国的总统，还有北约的秘书长，还有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等等，都挤在一块儿。这个景象非常奇怪呀，它有点像是一个霸主在跟他的喽啰们训话呀，或者像一个大学老师跟一帮不及格的学生在那儿补课呀，怎么也不像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欧洲很多重要的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作为平等的坐在一起讨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啊，这摆什么谱呢？另外，欧洲真的是自取没趣吗？自取其辱吗？为什么愿意把自己贬低到这样的一个可悲的地步呢？当然了，为了和平，我们什么事儿都愿意做，但也不至于说把你的尊严撇到一边吧，不至于说把你自己沦为这样的一种二三流下作的地位吧。所以啊，在白宫发生的这一幕，我觉得是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的。他一方面表明啊，在阿拉斯加会议，特朗普全胜，那你可能会说，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全胜呢？那不一定啊，千万别把特朗普和美国等而化一，他两个还应该分别来看。特朗普全胜有他自己的道理，他表现出是他强硬的一面，他说话善术，敢说敢干，是吧？你欧洲国家不听我的话，你给我爬到华盛顿来，你在我面前就像小喽啰一样听我的训话。大家知道，在特朗普和欧洲各国领导人啊在谈的时候，他邦当跑到另外一个房间，拿起电话给普京又打了40多分钟电话，把一应的这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欧盟的领导人、北约的领导人撇到一边去了。大家听我说，阿拉斯加以及在华盛顿发生的这个事儿，还表明什么？普京总统和俄罗斯全胜了。因为你想想看呢，这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泽连斯基，看到了这个特朗普如此之强盛，如此之重要的一个霸主，但是特朗普背后是谁呢？特朗普背后才是被特朗普奉为上宾，甚至是奉为很难说出口的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是谁呢？普京啊！普京为什么全胜呢？他通过特朗普已经实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成就，就是彻底的摆脱了所谓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打压和封锁。普京现在撂出话来，当年2022年，如果美国总统还是特朗普，乌克兰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乌克兰战争这样的事儿啊。所以谁应该承担责任？美国前总统拜登啊！大家听我说，普京总统说这句话，谁最高兴啊？特朗普最高兴啊！一个表明他如果是美国总统的话
2022年这场战争就不可能发生。另外一个，把矛头直接指向民主党，指向民主党的前总统拜登啊，这为明年的中期选举和为2028年的美国下一届的总统选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最关键的是，为什么我觉得欧洲是在自取其辱呢？因为它现在啊，是处在一个历史上非常少有的极端尴尬的地步。一方面，当年美国人在背后挑动乌克兰，是吧？要加入北约等等，美国人老是拿这个幌子在他面前晃啊，加入北约，加入北约，加入北约等等等等。乌克兰还真的信了，乌克兰就是梦寐以求想加入北约，但是俄罗斯已经说了，你要加入北约 ，over my dead body， 跨过我的尸体，你先把我打死。所以，俄罗斯2022年发动了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或者我们说乌克兰战争啊，它就是为了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现在乌克兰还能不能加入北约？大家听我说，特朗普已经说了，没门儿。不准乌克兰加入北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朗普总统实际上已经是跟普京总统2合1了。他们俩在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儿。你可能说不对呀，特朗普前不久还不是对普京发表了很多的不屑一顾的，甚至说我要威胁，还有很多的重磅的制裁。大家听我说，特朗普总统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说什么心里真的这么想吗？可能是，可能不是。他老说我可能做，可能不做等等，老是让你啊猜测不定啊。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特朗普全胜，普京全胜。欧洲现在尴尬了吧？你是继续打，你还是让步，你还是接受由美国设定的乌克兰战争的解决方案？本来呢说先停战再达成和平协议，现在特朗普说的话跟普京总统说的话一模一样，一步到位，直接和平，不要停战了。为什么呢？从俄罗斯角度上来说，他不想先搞停战，他想做的就是我说过的一将胜勇追穷寇，他一定要一步到位，把乌克兰逼到绝路上去。这一来的话，停战对于乌克兰来说是个好事，而停战对于俄罗斯来说是犯不着的，多此一举的。要不然就和平。什么是和平呢？就是接受俄罗斯提出的条件，而这个条件是俄罗斯自己说的吗？还不是，是借了特朗普总统的嘴说的。如果是普京总统自己说，那欧洲很多领导人可能不屑一顾吧。现在是借特朗普的嘴，借特朗普的舌头说了，你欧洲的领导人还能怎么弄？你现在已经自取其辱了，你还有什么本事翻这张牌？我看了白宫发生的事儿，我心里啊真的是捏了一把汗。这些欧洲领导人，比如说对于我们东大整天颐指气使的，跑到白宫了就蔫了，就变成巴尔狗了，就趴在地上没有脊梁骨了。所以啊，现在看来，在当今世界上，我们一直说的韬光养晦是我们的美德呀，但是该亮剑的时候还要亮剑吧，该说实话的时候要说实话吧，不要整天绕来绕去的。最近我看到德国的外交部长对于我们中国台湾海峡两岸的事多加指责，我就建议我们有关部门应该亮出一句话：德国作为1945年无条件投降的国家，没有资格对中国指手画脚。另外一个，如果德国想改变1945年德国无条件投降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而这个国际秩序的很关键的一个支柱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基本的原则的话，那你德国不想活了？你德国还想引火烧身吗？德国外交部长，你给我闭嘴！我相信到时候了，中国这样的国家
对于德国这样的战败国，没有必要整天跟他绕圈子，该说的就要说。我们没有必要只是说德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只是一个事实的陈述。我们不说，这也是事实。我们应该多说一句话吧。你想推翻这个事实，你想干什么？你无条件投降了，你忘了德语写的无条件投降书是什么呢？我给你念一遍，你还要去你的档案馆查一遍吗？所以这个德国外交部长，你还想进入中国吗？我觉得我们该有所改变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朗普对于欧洲国家是不屑一顾啊，他是极度的压力。看来现在欧洲啊，可能就需要你这么对待他。你待他太仁义道德了，他可能反而觉得自己要骑在你的脖子上了。所以啊，我看到了欧洲国家领导人在白宫的这个丑态百出啊。我一方面我是真的希望乌克兰战争尽快的停止啊，建立和平。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欧洲国家、欧盟真应该吸取教训啊，不要再自取其辱了。你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吧。所以啊，看的是白宫发生的事儿，看的是欧洲、欧盟、欧洲国家自取其辱。我们心里应该想的是我们中国，我们应该想的中国如何在当今的动荡不堪的世界上站稳脚跟，稳步前进，坚定的捍卫我们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的捍卫我们自己的合法的利益，而且该出手一定要出手，该亮剑就要亮剑。尤其是对于德国这种无条件投降的国家，和对于日本这样无条件投降的国家，最近日本有一个议员竟然说：“你别小看我日本啊，我日本可以拿出几百枚核弹头来。”你吓唬谁呢？我觉得全人类应该告诉日本，日本作为1945年无条件投降的国家，没有资格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日本想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就是日本灭亡之日。就是这样的人，他会引火烧身，再把日本民族、大和民族推到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声的呼喊，我们应该把事实真相告诉日本人民，告诉德国人民，告诉欧洲人民了吧？我们一起努力，共同捍卫和平，我们避免这个世界沦为一个丛林规则的地方，我们避免这个世界谁拿着枪顶着你的脑门，你就必须跪下叫我爹。我甚至说这个北约秘书长叫特朗普爹，特朗普非常的高兴。现在是不是这个秘书长应该叫特朗普爷爷了？我看到了欧洲国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团形办公室的所作所为啊，真是感到非常的恶心啊！这样的国家啊，表面上都是堂堂正正的国家，还里边包括了2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呀，还是合法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呀，在特朗普面前就是2等公民，就是巴尔狗，就是没有脊梁骨的国家，没有主见，没有脊梁骨。没有勇气，没有智慧，没有远见，没有基本的判断能力，那他还有什么资格对我们中国颐指气使呢？来染指我们中国海峡两岸的关系呢？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彻底改变对于欧洲国家、对于欧盟的一些议事规则。我们不应该再宠着他们，再容揽着他们。该密切合作的一定要密切合作，该坚定的一定要坚定，该出手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够手软，是吧？我们没有必要成为另外一个特朗普总统，但是特朗普总统这种想干就干，想说就说，然后呢你不听，我让你跪下。
你不听我的，我让你给我，是吧？彻底接受我的最后通牒。我们没有必要去发什么最后通牒，但至少应该让欧洲国家，让德国外交部长这样的货色知道中国是什么国家吧，我们的力量在哪里吧，我们的容忍在哪里吧，我们的耐心底线在哪里吧。不能容忍这样的国家骑在中国的头上，试图再作威作福了。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高谈不论》，我们下次再聊。